还怎么也没想到，只因自己的家乡出现了强度12的深渊，他那早已宣布隐居的祖父竟再次出山。面对这种级别的灾害，一般的探索者只有被蹂躏子，可男主的祖父是被称为不灭恶鬼的最强男人，年轻时更是进化过难度13的深渊。要知道12级就是足以匹敌魔王的强度，而13级世间无一人能挑战成功。可即便是当时最强的男人，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在和强度12的深渊BOSS厮杀了一晚后，祖父虽然赢了，但他的身体也被斩成了2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和男主交代遗言，这就是探索者最后的下场。既然你选择了战斗，就等于时刻都与死神为邻，所以你看到我现在的惨样，还打算成为探索者？男主流下了眼泪，并发誓要成为比祖父还强的探索员。然而一晃2年半过去了，男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只因他的职业是最弱的话术师，只能躲在队友后面发号指令。他们虽然是 C 级小队，但却因为男主的交涉浓郁，成功接到了 B 级的讨伐上级吸血鬼的任务。击杀了一路的下级吸血鬼后，队里的战士有些不耐烦，为什么不直接去斩杀本体？这样眷属就会失去行动能力。男主表示，我们只是 C 级判做的，如果同时对上眷属和 BOSS， 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战士不以为然，还阴阳起了男主，战斗的指挥就交给你这个话术师，你只需躲在后面，一点都不用担心受伤，真是太厉害。男主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嘲讽，毕竟话术师这个职业没什么战斗力，只能依靠同伴战斗。男主想解释先解决眷属的重要性，可没想到就是这短短宝贝步，让躲在天花板上的 BOSS 抓住了机会，他直接瞄准了男主这个指挥，将男主困在了毒气之中。其余几个队友想要帮忙，可没了男主的指挥，他们连平时一半的战力都发挥不出来。战士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男主能赶紧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毒气中的男主想起了家乡和祖父被深渊摧毁的场景，于是猛炫了一瓶回复药水，然后掏出了自己唯一的武器。他虽然战斗能力低，但话术师可是辅助职业，男主更是将自己的几个技能都学到了马技。他首先使用战术展开，这个技能能通过向队伍下链，从而让队友的全属性提高 25%， 而第二个技能也是强化，男主可以主动提高所有人的士气，让队友的体力和魔力再提升 25%。两个战士瞬间找到了原来的感觉。最后男主闪现到后方下，让法师给两人套上护盾，整个局势瞬间反转。刚刚那看似不可攻略的BOSS，现在仅是2秒半便轻松解字。而打倒BOSS后，其余眷属全部失去行动力，整个迷宫的深渊也被净化。接着众人返回帝都庆祝，这个都市发展魔宫文明，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引发深渊。于是帝都便提倡人们成为探索者去净化深渊。但男主的目的可不是过来赚钱的，他的梦想是成为比祖父还要强的探索者。于是在结束了今天的庆祝后，男主提议创建一个战团，只因大型委托是帝都直接下的，而他们这种小队只能算最下游的承包商。这话瞬间让红毛为难，要知道创建一个战团需要2000万菲尔，而他们的小队资金只有1280万。男主表示不用担心不够的资金由他来解决，与其继续承接别人的工种，不如自己创建一个战团比较有钱赚。红毛还是反对，创建战团的条件之一是在帝都内也够为巨流。男主回到这也不用担心，他有租到便宜房子的门路。金毛也站了出来反对，他们只是新手等级也只有 C 级，怎么可能经营好一个战团？男主很无奈，既然你们不想创建，那就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金给我，我自己发展。这时战士选择站到了男主这一边，他也想趁早做大做强。红毛和金毛的脸瞬间黑了，于是只能同意两人的要求，不过今天只能口头说说，至于后续的操作，由他这个队长先去了解一下再来商讨。男主答应了下来，可没想到红毛这个老六第2天就被刺了自己。哦，落ち着いて聞け。ロイドとタリアが俺たちを裏切りやがった。看怎么也没想到，只因同伴偷偷卷走了队伍2000万资金，在被抓住后便遭到了男主疯狂的报复，不仅当场把对方打成了猪头，甚至还直接将这对狗男女卖给了奴隶商贩。这残忍的程度瞬间就击溃了大汉的内心，让他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最终承受不住压力放弃了探索者的职业。此时他喝着手中的酒，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而那段痛苦的记忆也缓缓浮上心头。原来大汉早上看到纸条的时候，就赶忙将这个消息告知给了男主，本想着找到那对狗男女后狠狠揍一顿，却突然听到了男主的嘲笑声。毕竟他可不会这么小家子气，只要是背叛过自己的人，男主就都要千倍狠狠的奉还。于是他很快来到探索者公会，发布了高达200万的抓人委托，一下子就引得众人欢声雀跃，纷纷都跑去寻找那对狗男女。谁知仅仅只是2秒半，一个贼眉鼠眼的瘦子便找上了男主，他表示自己知道那2人的去向，为此想要用这个消息换取200万奖金。不过男主听后却果断的拒绝，他看出对方实力弱小，无法抓获同伴，如果只是提供情报的话，那男主需要减少100万的委托金。闻言瘦子也不敢多言，当即就被吓得答应了下来。于是就在狗男女以为成功脱逃时，男主一脸戏谑的出现在了身后。趁着2人大意的瞬间，男主一招言出法随，瞬间就制服了他们。随后经过了解，原来对方之前沉迷赌博难以自拔，一时间失去理智，借了高利贷，最终无力偿还之下，居然就把队伍资金都拿去还债。对此男主一脚便踹在了他的脸上，接着踩在对方的胸口，准备亲自实施残忍的酷刑。就这样，男主接下来疯狂的踩踏，奋力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很快就把红毛打得苦苦求饶，看得一旁的大汉都有些于心不忍。不过男主并没有就此收手，他表示要求得自己的原谅，那就得多忍耐个几千下才行。当场吓得其他人目瞪口呆。这时黄毛开口求情，希望男主能够放过他。可没想到男主竟扬言自己是男女平等主义，
并不会因为是女的就手下留情。接着他用出真话咒言，命令黄毛将事情都公布了出来，而真相就是参与赌博的不止红毛一人。黄毛的疯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部分都是被他给亲手挥霍的。于是在知道真相后，男主毫不犹豫就叫来了奴隶商贩基尼，随即便将事情都说了出来，打算让基尼给两个人估个售卖价格。怎料等计算完毕，这对狗男女的价格居然才值600万。对此基尼耐心解释，因为最近圣岛教会颁布了教律，简单来说就是禁止了奢侈的行为，任何高价买卖都会被教会的人给盯上。无奈男主也只能表示理解，所以开口打算卖给对方1100万金币。刚开始基尼还没反应过来，但很快便恍然醒悟，以为男主是哪里搞错了。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尼接下来每开口反驳一句话，男主居然就陆续增加100万的价格。最终气得基尼想要杀人时，男主才缓缓告知了自己的想法，扬言要是基尼用1500万买下的话，那他到时就对外宣称是3000万的金日，这样哄抬价格，提高奴隶的身价。如此一来，这两人正常来说便可以翻个3倍，直接高达9000万都没问题。等听完了男主的想法，基尼顿时就惊为天人，没一会儿便同意了这场交易。见状，黄毛内心恐惧到了极点，当即开始向大汉同伴求助。就这样一切结束后，男主也按照承诺交出了100万委托金，然后便带着大汉潇洒的离开了。到了第二天，大汉因承受不住压力想要逃避，从此不再继续探索者的工作，而男主也前来为他送行。在聊了几句后就默默离去，只留下大汉一人待在原地怀念着以前的过往，也衷心为男主远大的梦想发起祝福，最终留下了一行清澈的泪水。另一边，男主此时正在嘲笑自己又变成了孤家寡人，可就在转头时，他意外发现了一张蛇皮，顿时便又激起了内心的斗志。蛇はより強い鱗を手に入れるために古い鱗を脱ぎ捨てる。脱皮が必要か。ブルービヨンドは神聖せよ。今日この日をもって。男主怎么也没想到，面前这个白毛一瞳美女，竟是传说中的杀手孙女，同为 C 级探索者，其他人在她手中连一个回合都撑不过。在将赌狗情侣卖去当奴隶后，男主准备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可等了半天也没有面试的朋友想让他加入自己的队伍。见男主非常纠结，队员们让沃尔夫适可而止，不要这么死缠烂打，让人讨厌。可就在这时，男主却突然开口，如果沃尔夫能同意把队长让给他，那就加了。其他队员对此都没有意见。不料这时后面突然出现一人，就连擅长感应气息的精灵都没发现对方。白毛是过来面试的，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但实际上已经是个21岁的成年人嘛。职业是善于察觉危机的斥候，他对成为探索者没有兴趣。这次过来是找男主这个不灭恶鬼的外孙的。原来白毛的爷爷曾经和不灭恶鬼战斗过，右手还被当场砍了下来。男主还以为他是来复仇的，结果白毛却说自己不会那么无聊，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毕竟老一辈的人全都去世了。在聊天中，男主才知道白毛的爷爷竟是传说中的大佬，暗杀者教团第1代的教团团长。此话一出，后面的探索者坐不住，以为白毛是在胡说八道，想好好教训他一下。探索者的地位是由职能等级和别人认可的实力决定的，于是白毛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长得像猴子的家伙。被挑衅的探索者大怒，当即就和白毛打了起来，可他根本碰不到对方，甚至就被打倒在地。看到这一幕，男主果断让白毛通过了面试。亚尔玛之前一直待在山上，连炸馒头这种普通食物都没吃过，他刚看到男主的第一眼就相信了是不灭恶鬼的外孙，因为男主拥有为了胜利什么都做的眼神。爷爷曾告诫他千万不能跟不灭恶鬼战斗，正面挑战绝对没人赢得了那个男人。经过修行，他虽然还没办法升上 B 级，但是他已经达成所有条件了。男主好奇亚尔玛实力这么强，为什么没加入暗杀者教团？实际上亚尔玛考核过了，跑官甚至都差点被他秒杀。可今世不同往日，暗杀者教团的规则早就变了。新任团长说他不适合这里，除了实力还需要有暗杀者资质，组织最近会被纳入帝国旗下，从暗处走向大众视野，并且改为以间谍活动为主。听到这话，男主有点无语，这么重要的秘密随便说出来，对方说不定会派人干掉他们。随后二人来到森林，男主告诉亚尔玛，辅助职业不是单纯给队友加棒，强大的力量如果用不好，甚至会导致队伍全灭，所以在施展增益效果前需要看清战袍，下达指令激发伙伴最大的能力，还要判读战斗情势控制局面。男主让亚尔玛去抓变异种，虽然比不上恶魔危险，但狩猎他们也是探索者的工作之一，而这次的目标是个性好战的铁角兔。男主想看看亚尔玛在有增益棒法状态下最快能多久抓到。话音刚落，亚尔玛就脱下外套准备行动。他感知到附近200公尺内有13只铁角兔。在男主施展增益效果后，亚尔玛发现力量不断从身体深处涌现。本来男主的合格标准是10秒内抓住一只，结果没想到亚尔玛的适应性堪称恐怖，身体比羽毛都轻盈，眨眼间13只铁角兔就被弄晕带到了男主面前。此时时间仅仅过去了8.6秒。这么好的天赋让男主都有些嫉妒，后面的训练都不用再进行下去了，
接下来他们要完成帮村子讨伐盗贼的委托。趁着坐马车没什么事情，男主给亚尔玛详细说明了探索者负责的工作。探索者的工作范围广泛，除了在深渊里狩猎恶魔，还有消灭变异种的变异种猎人，在秘境冒险的神话猎人等等。讨伐盗贼团本是治理土地的领主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动作太慢，村子可能会在等待救援的期间就被消灭，所以才会来委托探索者帮忙。委托人都是贫困的农民，所以对报酬不用抱太大的期望，正好能让亚尔玛小试身手。傍晚，二人准备在路过的镇上休息，结果却发现房间都满了没有住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有一间空房，于是男主将床让给亚尔玛睡，自己则睡在地上，毕竟孤男寡女睡在一张床上有点不太好。很快男主便洗好澡，亚尔玛发现他的身材练得很好，就像是野生的猛兽般，完全没有赘肉。为了造就这副身体需要不屈不挠的努力，但实在是太可惜了，就算再怎么训练还是比不上专业的前卫，努力永远不敌天生的才能。听到这话，男主让亚尔玛闭上眼睛，然后狠狠弹了他额头一下。是我见过最不圣母的男主，只因商人没有按时提交报酬，男主反手就将他的眼珠子挖了出来，甚至还当着他女儿的面凌辱对方。更离谱的是，男主还是他女儿的暗恋对象。清晨起来看到的不一定是阳光，也有可能是波涛汹涌的带奶。起床后，男主和白毛来到某处村庄，他们受雇主的委托来讨伐附近的盗贼。虽然男主的队伍就剩下2人了，但丝毫不影响委托的进展。本次的盗贼团伙大概20，附近的村庄基本被他们洗劫一空，而雇主不仅已经锁定了他们的老窝，还提前准备好了报酬，定金20万，讨伐结束后30万。之后女主人将金币带了过来，男主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爽快，紧接着2人便离开了这里。这时雇主的女儿走了过来，原来男主和他曾经的队友来过这里，女儿表达对男主的感谢，并打算今后也成为像男主一样的探险者。时间很快来到晚上，男主发现人数竟然是情报中的2倍，想必统领他们的也不是个小角色。果不其然，他们的老大是悬赏200万的 B 级通缉犯，其职业是侦测。白毛表示如果单挑的话肯定没问题。闻言，男主也是接下了剩下小弟的任务。之后白毛利用技能将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而男主则是用出狼之咆哮。随着老大的转生，剩下的小弟也很轻松的被解决掉。雇主恭喜2人平安归来，男主当即要让他交出剩下的报酬，然而雇主却表示不如我们先吃个饭吧，我太太和女儿特别喜欢你们2位。看在他女儿的份上，男主也是答应了下来。临别之前，雇主拿出了一瓶红酒，说到这是专门为2人准备的，并且还是一瓶10万的好酒。本以为男主会顺利的喝下去，然而他却突然表示这么好的酒应该你先小。闻言，雇主傻眼了，说到自己不会喝酒，可这就奇怪了，明明不会喝酒，你为何还要买10万一瓶的红酒？说着说着，雇主彻底被男主带了节奏，破防的他直接将红酒摔在地上，直言男主就是污蔑自己。男主见状也是不废话，一发真相咒语询问他是否在酒里放了。毕竟这样一来就不用再付男主的报酬，还能把男主的装备扒下来卖了。不出意外，雇主说了实话，他的女儿也没想到自己的父亲是这种人。然而就在下一秒，男主竟直接把雇主的眼睛掏了出来。相手はガンビーノファミリー、マフィアなんです。知るかそんなこ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私しますから、お父さんを許してください。男主见状也是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报酬，紧接着便离开了这里。而女儿看到男主这样也是放下豪言，什么探险者我最讨厌了。只不过男主依旧不回头地走了。白毛也是非常震惊，没想到男主竟然这么不圣母。这时天上飞过一条龙，男主认出那是7星团的战体，并且表示自己在1年内也要成为他们那样的存在。看到男主这样，白毛也不禁回想起自己的过往。原来白毛之前通过考核后，考官却问他上代团长是你杀的吗？而那个人也正是白毛的父亲。闻言，白毛表达了肯定，谁让他生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个不败杀手，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白毛亲手将团长给干掉了。而考官在听后并没有让他通过考核，虽然白毛的实力很强，但是不适合教团却是另一回事。白毛听后也是崩溃了，只因他在这20年来一直都是为了成为教团一员而活着，现在考官却说不通过是怎么回事。看到白毛这样，考官让他去找不灭恶鬼的孙子，也就是男主，或许会有他的人生方向。男人刚洗完澡就遇到了痴女，对方不仅骑在身上，还想缠他的身子，本想给他点颜色瞧瞧，但力量的差距却让男主怀疑人生。眼看自己的第一次即将草草逝去，他只好寻找起了其他办法。この無駄死変態バカ女！好在危机之际用头锤击退了亚尔玛，这才保住了男主的清白。然而走在街上，对方也依旧不肯放过他，总是不断的骚扰并吵着要去约会。就连来到鉴定室工会也同样如此，因为在提升阶级后身上会随机出现印记，就比如亚尔玛胸前那样。而他希望男主出现的位置是臀部，这样每次看到才能越加兴奋。不过男主此次来不是为了提升等级，只是想让亚尔玛鉴定下哪个职业的适合度高，方便以后跟新伙伴之间的配合。至于之后的提升方向有4个，那便是前卫的暗杀者和拷问师，还有后卫的追击者和乱波。其中亚尔玛比较合适的只有暗杀者跟追击者，所以是选择前卫或者后卫，需要看未来伙伴是什么样的职业。随后他们又来到了技能书贩卖店，期间男主则是去其他地方看看，临走前特地嘱咐亚尔玛不要乱买东西，预算最多控制在100万左右，而对方也答应得很爽快。
谁知一转眼亚尔玛就买了一只20万的小熊玩偶，当场看的男主人都麻了。可对方却表示自己并没有乱花钱，毕竟他还购买了一本价值80万的穿甲弹技能书，效果是能够将敌人的防御减半。何况小熊玩偶也是必要的，可以晚上代替男主来充当抱枕。不过相比于亚尔玛花钱流水般的操作，男主就没有购买任何东西，只因想要的驱除死灵技能书高达3000万，完全超出了他所持有的预算。哪成想这是一个身影经过，看上去似乎有什么问题，于是男主随意找个借口离开后就跟了过去，而对方也在偏僻的转角处跟他碰面，两人看上去应该是老相识了。原来这家伙名叫洛基，在前些天接受了男主的委托，特地潜入帝都大牢调查傀儡是休格的信息。虽然基于职业操守不该过问，但他还是觉得男主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居然想要帮一个杀人魔洗刷冤屈，甚至还打算收对方来当伙伴。闻言，男主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起对方高超的办事效率，不愧是有着千变万化之称的世界第一情报商，可以随意变化外观潜入任何的地方。接着男主将报酬交给对方后，便打算回去找亚尔玛会合。可在一个乞丐旁边走过时，他突然大发善心扔下了一枚银币，哪成想对方竟开口叫住了他，不仅示意男主拿回掉落的银币，还好心提醒他这里很危险，不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来的地方。此话一出，男主顿时气得不行，于是赶忙解释自己的性命，随后又表示硬币被对方的手弄脏了，所以他是不会再拿回来的。尤其是乞丐还想追上来理论时，男主直接就一脚踹了过去。俺に触るな。身の程を知れ。お前には銀貨1枚分の価値はない。见有人敢这么侮辱自己，乞丐瞬间就不装了，当场便摆起了拔剑的架势，打算要好好的教训一下男主。可即便是速度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男主也依旧轻松的躲了过去，并且在接下来的攻击中找到破绽，一拳打在了乞丐脸上，然后狠狠的将他一把甩飞。等对方再次起身，脸上已经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还以为男主是什么强大的隐藏职业，因此便不再继续保留实力，准备使出最强的一击结束战斗。谁知男主见到这种情形后，居然开心的笑了起来，接着心中更是暗暗下了一个决定，打算将对方拐到队伍里来充当苦力。比例は悪いよ。お前に興味が湧いた。本気でやらせてもらうぞ。殺されたくなかったら全力を見せてみろ。それはわしのセリフだ。怎料这时一个老头突然出现，怒斥乞丐违反了他的命令，当街战斗。说完还举起了手想要施加惩罚，顿时就吓得乞丐惊慌失措。随即在看到戒指散发出绿色光芒后，他瞬间就像被雷电击中般痛苦的哀嚎。见状，男主也是被吓了一跳，要知道强制奴役他人可是违法，除非对方是自愿签订主仆契约才能够成立。于是等老头转过头来调戏他时，男主一脚就将对方踹到了天上，然后用枪抵住他的脑袋询问来历。根据描述，原来老头在黑帮管理地下格斗场时，私下独吞了要献给帮主的保护费，所以曝光后便逃到了帝都避难。而乞丐则是他买来东山再起的奴隶，不但能在帝都的地下格斗场赚取奖金，运气好的话还能再次担任负责人。就这样，在了解完两人的来龙去脉后，男主当场就准备干掉对方。如此一来，那他便能免费获得一名强大的奴隶。こいつが消えれば。だけどノエルの隣には僕一人で十分。そんなやつあの男は俺のものだ。僕が殺しちゃうから。这男人以拐杖为刃，拔刀的瞬间便能卸下对手的胳膊，但就是这样的顶级剑士，却没能入男主的法眼招揽其为队友，只因男人那深入骨髓的奴性，剥夺了他身为强者的尊严。就算是主人对他弃之不顾，本可以获得自由的男人却依旧选择沉沦，继续跟在那落荒而逃的主人身后，拥有强大力量却毫无反抗意识。在男主看来，这不过是一条被驯服的看门狗。可自古用剑之人岂是天生孬种？男人诞生于世代传承的剑术家族，在出生前便被家族寄予厚望成为继承人，可这一份背景却在他诞生的那一刻成为枷锁，只因怀孕的母亲在生产前发生了意外。为此，身为豪门的父亲便不再承认孩子的身份，毕竟传承至今的家族不允许血脉有一丝污染。不堪受辱的母亲更是选择自我两截，留下年幼的他独自面对世间的流言蜚语。不待他成年，父亲便将其送上贼船，彻底磨灭男人身为剑术家族的传人身份。可血脉中自带的天赋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当男人再度拿起手中的剑，已然成为主人称霸地下竞技场的一宝丽人，被彻底当做一个用来敛财的工具。这也是男人人生中第一次被人认可，就算只是被利用也好过惨遭他人的抛弃。无法活在阳光下的人只能在阴沟里苟活，为此与男主失之交臂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自甘堕落的他依旧逃不过奴隶的宿命，主人作为黑帮的叛徒遭到通缉，连带着他一起成为鱼肉任人宰割。殊不知这一次又是那传承自血脉中的剑技，在关键时刻救下他的性命，仅是当众展示一次那强大的剑技，就得到黑帮老大的认可，成为其部下。上任第一天就被命令去斩杀男主，只因作为男主的少年从一位人渣手里抢走所有钱财，人渣便在作为债主的黑帮面前煽风点火，将一切的罪责转移到他的头上，可终究逃不过被黑帮斩去一臂的代价。作为帝都内最为强势的黑帮，甚至能影响各种地下势力为其蔓延，连男主专属的情报贩子也被其策反，将其诱骗至荒地进行处决。
殊不知安排的打手居然也是男主的老相识，两人一见面便立马认出了对方。只因男人始终记得那一枚银币的情分，就算是被不留情面的男主出言嘲讽，依旧堂堂正正地爆出自己的技能与职业，只求能与对方来一场公平的决斗。或许阴沟里的老鼠也想坦荡地活在阳光之下。瞬间理解这份心情的男主立马做出回应，选择以互相自报家门的方式开启这场血斗。不过少年显然低估了对方全副武装后的实力，被迫祭出最强的燃烧弹进行反击。殊不知对方的剑意已然超凡入圣，以无数的剑技将周身的火焰斩断。一时间两人都无法奈何对方，只能在月光下不断交换着剑刃。男人属实没想到少年的手段如此狠辣，自己的小弟差点就葬送在这里。可这毕竟是赌上性命的死抱，谁还管对方能不能传宗接代？说完，少年便掷出一枚闪光弹，在战场上倾尽手段的活下去才是唯一真理。这是少年第一次在同龄人身上感受到压力，还不等反应过来就被彻底压制，连最大的杀招炎灵控制也被一刀整个，眼睁睁看着那个被自己瞧不起的人将自己斩落至深渊。还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看起来像个废物的男路人，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史上最强队伍的队长。他本想低调的离开，却没想到被小迷妹逮了个正着。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男主真的只是个普通的路人角色，只因他儿时玩伴一个个都是强得离谱的龙傲天，不想拖大家后腿的他本打算退出队伍。当他正要艰难地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伙伴们却忽然将他选为了队长。だからお前やれよ、リーダー。は？が全ての始まりであり、終わりだった。宝藏猎人这种职业在这个世界非常热门，猎人们会去寻找四散在世界各地名为藏宝店的遗迹，将埋藏在其中的宝贝拿到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和被称为幻影怪物战役，是种冒着丧命风险将财富和名誉弄到手的职业。今天的这间酒馆仿佛非常热闹，在帝都极具影响力的战团初始的足迹，他们正在举办一场招募新进队伍成员的面试。对于猎人来说，单打独斗是有极限的，所以到达一定程度后，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加入一个合适的队伍，然后跟伙伴们一起变强，挑战更高的极限。忽然身后有个女孩向男主打招呼，大家看起来都剑拔弩張了，让我感觉有点讨厌。不过你看起来好像很好交流。私はルーダルンベック。最近レベル3に認定されたばかりなの。路达之前一直都是单刷的，但是最近遇到了瓶颈，所以今天才会来到这里寻找合适的队伍。忽然旁边的一个大叔打断了他的讲话，初始的足迹可是帝都数一数二的战团，可不是你这种外行猎人能来的。等级3在这里根本就不够看的，趁现在还没受伤，赶紧滚回家去吧。路达也不惯着对方，毕竟人家战团都没有规定等级限制，你在这里叫唤什么？何よ、やろうっていうの？やるならどうするってんだ？不过立马就有人出来制止了他们，如果你们继续闹的话，就直接失去了加入我们战团的资格。听到这句话后，路达瞬间就收起了匕首，并硬挤出了营业的笑脸，而大叔也做出了相应的妥协。进入会场后，路达有点被震撼到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裸体，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猎人来这里。当他听到男主已经是第5次来了，他还以为男主已经失败了4次。ごめんなさい。別に謝ることないよ。而男主根本不在意，毕竟猎人这个行业最注重的就是实力，有才能的人转眼间就能出名，没才能的人就要紧紧抓住寥寥无几的机会。之后比较熟悉这个场所的男主开始向路达介绍一些队伍的信息，其中这个被女孩包围的队伍叫做圣灵的玉子，是这次招募成员队伍当中最强的，他们仅靠6个人就攻略了等级7的宝藏店。坐着的那个金毛亚克就是他们的队长，他可是等级7的猎人，一般的猎人只要得到了他的认可，肯定就能够混得出人头地。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场所他好像从未录取过成员。一番奥の机は誰もいないけど。之前的那个大叔忽然出来装逼了，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可是创立了初始的足迹这个战团的队伍探灵的桌子。探灵是数年前来到这个帝都的一支新队伍的简称，里面的成员都有着非常卓越的天赋，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帝都数一数二的队伍，全名叫做叹息的亡灵，也就是男主儿时玩伴们的队伍。大家得到情报，探灵正在招募新的成员，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猎人汇集于此。忽然一个红毛窜了出来，他见到探灵居然还没人出现，非常失望，并开始气急败坏。我总有一天会成为最强的猎人，猎人等级也来到了4级，让我加入探灵可是你们的荣幸。身ほど知らず、叩き出す。お姉様がいたらきっとそうする。ストレンジブリーフにふさわしいのはこの私。おー、やれやれ！周围的猎人忽然都开始起哄，让两人争个高下。而男主见情况不对，立马拉着路达离开。要是被牵连进去，可是会出人命的。但没想到刚走2步就被小迷妹给发现了，对方一个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前面。何してるんですか？マスター。いつからいたんですか？やあ、クライ。遅かったね。クランマスターにして、ストグリのリーダーである君が来なくちゃ、話にならないからね。
原来男主就是这个战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和儿时的玩伴们组成了最强的队伍叹息的亡灵，并成为了这个队伍的队长。时间来到男主小的时候，身为普通人的他本没有什么宏远的理想，但儿时的伙伴们却不一样。在大家的呼吁下，男主也跟着他们一起成为了猎人。但随着年龄的增大，男主渐渐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大家完全匹配不上，伙伴们都有着怪物般的资质，而身为普通人的他迟早会成为累赘。虽然大家都非常善良，并没有说出口，但是我必须做出决定，那就是退出这个队伍。而在他下定决心向大家宣布的时候，うちってリーダーいないだろ？だからお前やれよ。リーダー。在那之后的几年，队伍渐渐变得越发强大，而平凡的我直到现在都还是拥有着才华洋溢的儿时玩伴们的队长。但身为一个普通人，我始终还是想要从这个身份上隐退。画面回到现在，原本高傲的金毛亚克和蒂诺都竞相向男主争宠。蒂诺是男主的儿时玩伴之一的小丽兹的徒弟，有着非常高的天赋，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他的队伍。但男主的队伍现在并不缺人，而现场确实有不少好苗子。之前的红毛和蒂诺都很不错，不如直接将他们介绍给亚克吧。于是乎，男主想到了个鬼点子，他宣布只要有人能够抢到他手上的这个戒指，他就把那个人推荐给圣灵的玉里。戒指掉在地上，大家感觉自己都有机会，开始相互争抢，于是整个酒馆就乱成了一锅粥。趁着现场混乱，男主就先溜了。第二天，之前酒馆大乱斗的事情上了新闻头条，现场发生了大爆炸，所幸并没有出现伤亡。但是探索者协会分部长要见你一面，男主原本只想省事，没想到居然出了这种大事。见到副部长后，男主直接来了个虔诚的下跪式磕头道歉。虽然副部长和男主是老熟人了，最后损失也不是很大，男主道歉的态度也不错，但这件事还是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为了维护猎人圈的和谐，他还是要做出相应的惩罚，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惩罚游戏，让被惩罚的对象接下一些报酬少、难度高的委托。男主在其中挑选了一个等级3的任务，好像看起来还挺简单的。他本想把这件事情抛给亚克，但好巧不巧对方刚好不在。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蒂诺一个人。マスト。お？ティノが取ったんだ。蒂诺还以为男主找他有什么好事呢，没想到是让他去做无聊的惩罚游戏，立马就闪开了。而男主在这一行混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手段的，瞬间又把他抓了回来。蒂诺开始抱怨了，我才刚刚达到等级4而已啊，想要一个人救出5个人是不可能的，上面写着难度濒临死亡的极限啊。男主仔细看了一眼，发现这任务确实不简单，于是便承诺不会让他一个人去。但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大陆中唯一一个等级8的最强者，竟是眼前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家伙。他不想听从比自己弱的人，于是向男主提出挑战。可没想到，想要当男主的对手，就必须击败和自己同等级的蒂诺。而蒂诺根本看不起红毛，直接丢掉自己武器要手下留情。这瞬间激怒了红毛，自己也是等级4，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女人？于是他也丢掉了武器，要和蒂诺空手单挑。可红毛怎么也没想到，蒂诺的体术强得可怕，仅是瞬间他便闪现到自己面前。虽然勉强躲过了第一拳，但根本防不住那没有攻击间隔的回旋体。蒂诺向男主邀功，打赢了这场就得请自己吃冰激凌。然而红毛非常不服，还要继续战斗。说着便再次冲了过来，但却被蒂诺轻松躲过后，直接接上一手锁喉。在被折磨了整整2分半后，红毛爆发出毅力挣脱了束缚，可没想到自己刚站起来就再次吃了一发手包，然后瘫倒在地。这让红毛怀疑人生，自己从小就梦想成为猎人，如今竟被一个女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蒂诺表示，如果你不服，那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这时男主给了红毛台阶下，他知道红毛是和同伴实力差派过，所以才退出队伍来这里。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只是他遇到的状况并没有舍弃队友。这话瞬间震惊了红毛。要知道叹气的亡灵中的每个人都是帝都数1数2的强者，而男主在对待这些家伙时，竟然是选择没有抛弃他们。难道这就是等级8强者的宽容吗？这时男主用脚触碰红毛的宝具，直接引发了宝具所能释放出的最大威力，而身在其中的男主毫发无伤，还感叹了下这是把好剑。红毛直接看傻眼了，自己用到现在都不曾见过炼狱剑有这本威力，而男主竟然连剑柄都没握，就引发出这样的力量。此刻红毛再也不敢瞧不起男主，这等强者完全不是他能够挑战的。可红毛怎么也想不到，其实男主确实是个菜鸟，之所以没有受伤，是因为他整天携带着各种戒指型宝具，就比如手上的反弹戒以及防护自己的结界戒。而炼狱剑这种宝具，男主的收藏多的是，只需看一眼就知道使用方法。随后男主找团员帮自己的宝具补充魔，他们听说男主将蒂诺指派去了白狼巢穴做任务，虽然那里之前的认定等级是3，可最近发生异变，连等级5罗杜夫的队伍都在白狼巢穴失踪了。男主听后瞬间懵逼，他当时只想接个最简单的任务，可没想到这竟然是个连等级5的高手也无法攻略的迷宫，于是他立马表示有急事要先离开，因为红毛宝具的魔力被他用完了，如果就这么过去做任务那就完蛋。而另一边蒂诺向大家说明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男主肯定是知道了白狼洞穴发生了什么，才指派我们过来，而我们能组队也并非偶然，全在男种算计之内。红毛觉得不可能，他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一想到男主连自己曾经的往事都知道，又开始有些不确定。蒂诺表示男主有着帝都所有猎人的情报，就算没有见面，想要预判你们的行动或想法也并非什么难事。被这么一说，3人也有了魔秘，看来之前酒馆那件事也在男主的算计之中。蒂诺说道没错，男主完全掌握着这个状况，不管发生什么事也都在他的算计之内，但蒂诺怎么也不会想
男主其实啥都不知道，现在正为白狼巢穴的任务口口，他想找人救援，可天色已晚，根本不会有人帮忙。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自己出马，赶在4人到达迷宫之前阻止这些人。男主直接打开了自己的宝，然后带了一堆超强力宝具。秘书看后很敬佩男主，即便都是计算部的士禄，但您果然还是会搬新马。男主表示自己想出去散步而已。这时秘书发现男主带了个补带道具，男主当场装傻，自己怎么可能带违法地博行的东西？但其实就是攻击性道具的魔力早就被他用满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名用。然行ってくる。散歩。安全性ゼロ。ないはい少年是个没有任何能力的菜鸡，可在别人眼里却是个恐怖的存在。不仅拥有17条命，在狼骑士的围攻也能轻松应对，随手一发的弹戒更是威力巨大。而这一切不过是旁人的过度解读。无论是手上的弹戒，亦或是脖子上的胶囊，都是华而不实的宝具。自从蒂诺小队杀掉狼骑士后，基尔伯特的炼狱剑因魔力耗尽而失去了效用，而大部分魔力都是之前男主装逼时耗光的。小队里也没有能帮忙补充魔力的魔导师，于是路达提议撤退。格雷格也认为事态严峻，撤退是明智之举。蒂诺却坚持执行援兵计划，他坚信男主的决策必有深意，认为男主故意耗尽炼狱剑的魔力，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依赖广具。于是小队被迫继续前进，来到了白狼之巢附近。他们潜伏在暗处，观察着宝藏殿入口的警戒狼人。蒂诺分析指出，这个巢穴原本是按照银月狼的大小设计的，这些高大的狼人在其中行动会受到限制。基尔伯特提议突击进入巢穴，先解决弓箭手和火枪手，但他的计划被蒂诺否决了。蒂诺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案，他决定由自己和路达去吸引敌人的注意，而格雷格和吉尔伯特则趁机攻击敌方后卫。只要拉近距离，火枪和箭矢的威胁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方案十分有效，蒂诺已经看穿了狼骑士最大的弱点，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彼此之间却不存在合作，他们靠临时配合培养出的默契也能应付，所以这一切都和男主预想不一样。总之，男主是神。解决掉他们后，小队继续前进。蒂诺停下了脚步，他闭上双眼，将手掌贴在墙壁上，经过一番仔细的感知，得出结论，里面很可能就是头目。听到蒂诺的判断，格雷格再次打起退堂鼓，蒂诺却对他进行开导，安全的委托不会让人获得成长。格雷格被比自己年轻不少的蒂诺如此开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蒂诺认为，格雷格之所以参加足迹的招募活动，正是希望能突破现状。他相信男主就是基于这点才把格雷格编入队伍，这个委托是让格雷格突破现状的大好机会。所以男主是神。在蒂诺的鼓励下，格雷格重新燃起了斗志。进入房间后，他们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只凶猛的白狼。通过默契的配合与拉扯战术，众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制服。正当众人以为结束时，突然有个东西突然破空而来，蒂诺一个闪身躲过，在看清来犯的敌人之后，门口竟然站着4只和头目一样的狼骑士。蒂诺在警戒的同时瞄了眼右侧通道，这条狭小的走道能够有效限制敌人的行动，减少需要同时应对的对手人数，于是命令队员逃向那条空道，移动期间由他来殿后。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白狼立刻把小道给打住了。于是基尔伯特和格雷格打算吸引他们的注意，让他们快逃，反正再这样下去只会全军覆没，这么做总比团灭好多了。格雷格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只不过这次倒霉的轮到他们而已。蒂诺对此却不认同，探灵师自创立以来就没有缺少任何一名队员的罕见队伍。突然他想起自己在招募会场从基尔伯特手中抢走的戒指，于是他要求队友掩护自己，而他负责瞄准白狼的眼睛。格雷格和吉尔伯特闻言，立刻一左一右的向前发动攻击。蒂诺抓准时机盘出戒指，一道光芒闪过，白狼捂着眼睛发出痛苦的声命。基尔伯特见状，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攻击时机。蒂诺想要阻止，太近来不及了。基尔伯特被粗壮的手臂弹开，重重的摔在地上，他为自己的错误判断感到抱歉。但蒂诺并没有责备他。关键时刻，男主误打误撞飞了进来，顺便把那只白狼撞飞了，这可把其他白狼给激怒了，一刀砍在男主身上，却被他身上的宝具轻松抵挡。见此，他大放厥词，说自己有17条命，随即弹射出的魔法子弹精准击中他的头部。承受了攻击的白狼毫发无伤的起身，男主也没办法，事已至此，只好取下脖子上的胶囊，然后才用力朝狼骑士们的方向扔出去。狼骑士们当场慌了手脚，男主立刻叫小队跟他一起逃跑。少年只因喜欢收藏各种道具，却没想到锻炼出了队友强大的实力。扰乱感官的手环造就了粉毛远超他人的身体素质，而控制心智的诅咒魔剑让红毛得以释放本性，一跃成为了世界最强的剑圣。至于始作俑者的男主，更是水涨船高，如今被世人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千变万化。奈何本身实力连小怪都难以达到，只能依靠收藏的宝具才能勉强存活，也因此现在内心有些火大。明明队伍里有着2名擅长侦查的盗贼存在，可就是没人要走在队伍的前头承担风险。殊不知其他人早已将男主作为主心骨，就连麋鹿也
也只当是训练的一环。怎料歪打正着，他们在路上竟找到了此次任务的失踪人员。在一番救助之后，几人也了解到了迷宫还有着更为强大的怪物，也即是对方将全员5级的小队彻底击败。此时失踪的人员早已被吓得胆寒，虽然不停表示怪物拥有着红毛剑圣同等实力，但换来的却只是男主暗暗吐槽，毕竟如果有着千剑那变态的强大力量，那众人也没法存活至今。不过以他们目前的实力的确打不过对方，因此男主便借口将领队任务交给蒂诺，让他来带领小队寻找逃离的方向，并贴心的提醒要注意照顾伤员不能奔跑，毕竟自己完全跟不上他们行动的速度。谁知刚走不久便遇到了那只恐怖的怪物，仅是随意散发的气势就压得众人喘不过气。而更让蒂诺感觉到绝望的是怪物背后突然出现的熟悉身影，就连男主也有些困惑，不理解等级6的伙伴为什么会找到这里。リズちゃんやんけ！在众人惊讶连连的目光中，丽兹走到男主面前，缓缓摘掉脸上的面具，并交还给了无意间丢失的剑形宝具。待到其他人询问丽兹的身份，他又突然换了一副生人勿近的恐怖面孔，扬言叹息亡灵的大名已经响彻世界，却没想到帝都的冒险者竟然没能认出。但令丽兹感到火大的是，徒弟蒂诺那只会依靠他人的弱小实力，只是清理一堆简单的垃圾魔物，居然也能让他这个师傅丢尽脸面。红毛还打算当和事佬，结果被一脚秒杀。粉毛开始问责蒂诺，身为自己的徒弟，为何连这种小怪都无法打败？蒂诺疯狂道歉，男主眼看差不多也开始劝粉毛消消气，夸蒂诺已经表现得不错了。听到这话的粉毛也好受了些。此时魔狼已经从内角缓过来，还叫上了自己的加特林老弟。老弟一顿加特林扫射，结果没什么卵用。粉毛越想越气，他要好好打爆眼前2只让他恼火的魔物，并让徒弟蒂诺看好了，面对这种垃圾小兵如何正确击杀。接着空手接白刃，粉毛就奇了怪了，像这种这么垃圾的魔物，不就左一拳右一拳，接着往死里打不就能解决的垃圾，他就搞不懂为什么蒂诺会打不过。蒂诺也是被这一幕给吓出了阴影。男主虽然觉得蒂诺有点可怜，但也不得不说确实是实力差距过大，自己这个青梅竹马可是等级6的绝影天才。男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关键时刻用的宝具不是空壳弹，而是能毁灭世界级别的史莱姆生物。而这个宝具的由来是青梅竹马中的西朵莉酱给男主保管。他唯一交代的就是让男主不要轻易放他出来，否则有可能会让一座城镇灭亡。男主让他放心。回到现在，男主心慌的到处找史莱姆的身影，他知道自己闯祸了，但当时的情况自己又不得不去使用它，结果却是无事发生。男主不停地安慰自己，应该不会出太大的事，但这种闯了祸后的心情让他彻夜难眠。艾娃找到男主，通知他探邪的人找他商议前几天白狼巢穴一事，但男主现在又岂会有心情管这事？他问艾娃最近帝都有没发生什么事，见状艾娃知道男主是让他去查的。男主真是服了，当他不用，每次自己说的话都被过度解读。在询问了粉毛他们的位置后，男主过来却发现门口站着一群人，门口这位是黑金十字的队长，等级6的探索者。由于粉毛的训练太残暴，他们纷纷都不敢进去，让男主进去劝劝。男主没办法，只能进去。里面的蒂诺已经被揍趴了，粉毛让他快点继续，否则就去死。就在粉毛打算做掉蒂诺时，男主阻止了他。见到是男主来，粉毛也是收入，不停地责骂着蒂诺太松懈，明明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实力却如此拉胯。男主让他不要那么通，训练要循序渐进。粉毛在男主的劝说下，怒火也平息了很多。但这时蒂诺却表示自己还能练，看到男主后他又充满力量。男主无语了，这种家伙救了也是白救，让他们练去吧。接着男主与几人聊起了白狼巢穴变异一事，男主是越想越烦，要是这时亚可没出差，这种小事他分分钟能解决，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而在一旁人眼里，却是男主对于这件事表现的从容淡定。探邪这边因为变异一事也感到奇怪，他最在意的是为何男主会亲自跑一趟，等明天一定要去找男主问清楚。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他们空界之塔做的，他们现在也感到苦难。没想到这次实验引来了男主这个高级猎人的关注，但他们不打算就这样放弃，他们会继续做实验。一人スライムマジでやばい。粉毛也被男主给吵醒，男主真是服了，怪不得自己会被热醒。接着粉毛邀请男主一起去约会，男主同意了。分部长光头一大早就来找男主，刚好撞见要去约会的两人。粉毛见状一脸不高兴，让光头别破坏他的约会。光头再看到粉毛也是震惊，粉毛不应该在前线的万魔城攻略等级7的宝藏店母，回来也不报告一声。粉毛没有理会，让他好狗别挡道，这也成功惹恼了光头。两人开始释放斗气，接着便打了起来。男主熟练地找到光头的秘府，让他上楼喝一杯。男主知道他们找自己有事，他也直接坦白，对于白狼巢穴变异一事他没有任何欲，让他们等亚克回来后让他去处理就行了。
男主此刻才没心思担心这些事，他更害怕的是史莱姆找不到这件事。此时粉毛和光头还在互殴中，由于光头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缘故，实力完全不是粉毛的对手。被不断嘲讽的光头已是被成功激怒，打算拿出全部实力。男主表示该谈的都谈完。接着男主带着粉毛出门逛街，粉毛炫耀着刚刚戏耍光头的表现，并告诉男主就光头的实力，在万魔城都混不下去。于是男主好奇地问他，前几天白狼巢穴的 BOSS 对比那边的魔物子，粉毛表示小兵都不如。男主问粉毛，假如这个城镇灭亡的话，他会怎么做？粉毛表示和男主逃跑就算了。这时粉毛将包扔给男主，下一秒他就抓住了一个跟踪他们一路的，男主让他放手，粉毛这才意识到男主原来早就发现有人跟踪，是故意放跑他的队。此时跟踪的人也是一脸懵，不知为何男主要放跑自己。どうして宣伝文化を俺を見出した？目的は何だ？警告か？くそ、どこまでバレている！牛逼！男主听说废墟近期不断有人失踪，于是他便带着丽兹来此查看。虽说这种地方有人消失不奇怪，但他担心万一是他放出来的史莱姆在作怪，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而且正好这附近有家冰店，正好可以带丽兹过去品尝一下，这简直就是一举两得的事。哪曾想刚刚放跑的男人就是冰店老板，而且这家冰店也是组织的据点。看到男主后，他的心瞬间拔凉拔凉的，他以为男主是故意放他回来的，于是他便准备立刻关门打烊。见店铺关门，丽兹还想破门而入，好在男主及时制止了他。殊不知里面的男人此时紧张的瑟瑟发抖。回到战团后，男主依旧担忧史莱姆的事，随即他便询问丽兹，西朵莉什么时候会回来？见男主关心其他人，他便有些吃醋，当即便提出他也能为男主效劳。听闻男主只想要魔法生物的知识，这也彻底打消了丽兹想帮忙的想法。但由于西朵莉这次带了很多器械，所以丽兹猜测他应该还需一段时间。随即男主只能内心不断祈祷对方赶紧回来。此时秘书进来向男主汇报白狼巢穴的工作，虽然亚克还没回来，但是史威等人已经先进入白狼巢穴了，而且还有一大部分的人已经在集结了。与此同时，空界之塔内所有人都震惊男主的恐怖，没想到男主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废墟的据点，众人也不知接下来如何是好。却不料索菲亚居然提出开战，即使对方有等级8的男主，可他也有把握能战胜，毕竟他也想试试自己构建的防御系统如何。他想让男主等人团灭，这样的话消息就不会透露出去。而老头也赞成了他的想法，既然已经被男主发现了他们的踪迹，那么也就没有办法毫发无伤全身而退了。接着他也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索菲亚。另一边战团里也早已人山人海，这是因为战团要与探险合作，一起去白狼巢穴一探究竟。更是听说男主原本竟要派等级7的亚克去，这也意味着这个等级3的宝藏店非常不对劲。不过亚克的队伍不在帝都，所以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替代人选。此时男主也闻讯赶来，可他也没想到秘书居然会安排这么多人。他明明之前是想把这件事塞给亚克来着，也是因为亚克不管什么事都会笑着完成，而且他也担心这么多人会浪费许多经费，于是他便打算派一半的人去。听到一半一词后，所有人都显得惊慌失色，毕竟原来是打算派亚克去的地方，这也吓得男主怀疑起白狼巢穴出什么大事，却不曾想秘书突然让他发言。男主则是提出仅仅是等级3的宝藏店，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如此惊慌。但听到秘书说卡克提供经费后，他也决定让所有人一起去，毕竟这么多人去，就算没有任何成果也不关他事。くだらない。私だったら半分どころか一人でも行ってみせる。フライちゃんの要求はいつだって高いけど、文句なんてあるはずない。随后他便跳到男主跟前，表示自己和蒂诺接下这个委托了，却不料男主直接将其拒绝了。不管对方如何撒娇，男主都毅然决然地回绝了。毕竟他知道，如果丽兹过去的话，不用想也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接着秘书也希望男主在场指挥。听到这话后，所有人都放下心来。要知道，男主可是他们口中唯一的等级8猎人，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都只是他们的臆想而已。没实力的他才不会去那么危险的地方。随即他便想到了能保住自己面子的主意，于是他表示自己会去。不过现在他又要事在身，处理完事后他会尽快赶过去，而在那之前指挥权就交给史威就行了。殊不知男主心里想的是等事情搞定了，他在悠哉的去查看状况。结束会议后，丽兹一直追着男主，使得男主只能说有其他事交代给他来搪塞他。要是如果不这么说的话，他肯定会拉着蒂诺管自己跑过去。突然一旁的人来询问男主有没有注意事项，这也正好让男主可以提出史莱姆的事。他让大家都小心一下史莱姆。与此同时，得知帝都派出很多人后，空界之塔的人再次陷入恐慌，他们还是担心对手是男主，更何况万一男主的探灵小队来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可索菲亚却不以为然，他对自己的防御系统非常的自信，更何况现在帝都加上男主也只有3名探灵的成员，而且对付丽兹他已经有对策。至于男主，只要没有其他成员在，他这个首脑也不能发挥全部实力，唯一棘手的点就是西朵莉。但西朵莉是索菲亚的宿敌，他无论如何都要击溃西朵莉，所以他一定要构建出一个能制胜他的系统。画面一转，史威也没发现这个宝藏店有什么异常，并且认为这种程度根本不需要他们来。但突然他的传音室发来传讯，随即他便让队员们吹响哨音，然后去外面等候支援。出来后有人不悦史威没有什么情况，却吹这种紧急哨。他们还非常不屑史威说小心史莱姆的消息，并戏谑地说
史威竟然不相信林场的判断，而是愿意相信在镇上摆架子的男主的话。但史威却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心才鸣笛的。要知道，如果是探灵小队在这绝不会鸣笛，毕竟男主一定会认为没问题。而利兹或陆克对于弱小的家伙没兴趣，但史威的队伍却不愿意放任伤亡发生，这有违他们小队的作风。如果对方要去送死，他也不拦着。可对方却认为这种地方根本不会有史莱姆，更何况史莱姆是最低级的怪物。无语的史威也只好将以前的事说给他们听。男主曾经提出要一起去赏花，但却还要大家带着武器去。当时男主赏花的地方却一瞬间变成了宝藏店，所以在他心中男主能预知未来，而且他花大价钱买传音石，也是为了尽快获得情报。毕竟男主给出的情报值这个价钱，可男主却还在考虑什么时候出发。利兹则是在一旁不停的催促，却不曾想西朵莉突然回来了。他尽早回来的原因是有不好的预感，他认为对方是很强大的敌人，所以得在对方势力增强之前将其击溃才行。这男主怎么也没想到，本以为击杀了世界最强 BOSS 守墓人就已经通关这款游戏，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先不谈之前就触发相开中7大最强种之一的魔狼，更是这次踏上了神代17的领域，仅仅刚一来到此地，就遭到让他无法招架的神话魔像，就连有着 NPC 的帮忙，他们也不得不生死大逃亡。原来就在刚刚，男主的大哥兔王要告诉他这个世界的真相，不过在此之前，他想让男主为他做点事，就是修复神代古品。在得知没有古将等级的人根本无法做到修复，既然这样的话，男主便让比拉可升到这个段位不就行了？于是毫不犹豫的一行人踏入未知的魔像天堂。然而让男主意外的是，这里面属于高科技的时代的文明，居然到现在沦为了废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必须一探究竟。可不料这时比拉可却阻止了男主盲目的前往，最起码要先告诉下这个区域的情况。话刚说一半，结果天空掉落一个零件，众人望着上方看时，魔像突然砸向他们。在比拉可解释下，这便是神代17用来工作的魔像。就在男主思考该如何打败对方时，结果魔像先发制人，朝着男主喷出大量的火焰。然而在他眼里，这种迟钝的速度不过如此，那么该自己出手了。结果亚兰米却抢先一步来到男主跟前。この僕、ワイルドウィンス、アラミースがいる限り、いかなる敵も障害となり得ない。就在男主惊讶一击解决对方时，他才想起不会把掉落的道具也给打粉碎了吧。为此亚兰米很尴尬地表示自己没控制好力道。这顿时一旁的比拉可怒，你打个工作用的魔像，竟然给我用对付龙等级的技能。此时男主也尴尬地发话，希望亚兰米还是不要随便放大招。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石头滚落而来，下一秒直接捆住男主的小腿。眼看石头即将爆炸，情急之下比拉可拿着武器，一锤子之下打飞了出去，瞬间整个空中发生了大爆炸。没想到那么小的石头居然蕴藏如此的威力，可不料这种玩意竟然越聚越多，原来还有个更大的母体不断的制造，就像无底洞似的无脑喷出来，甚至于越聚越多。见状，他们只好暂避锋芒。不过光是躲闪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接近母体才行。可这时石头却朝着亚兰米方向聚集。原来经过母体的计算，已经知道亚兰米和艾姆路等级最高，肯定是他们为最大危险，完全忽略了男主这个不起眼的杂鱼。那么也正好，然后带着亚兰米直接对着母体冲去。凭借男主的速度，很快拉近了和对方的距离。可不料这个母体也不是笨蛋，抬起脚尖一跃飞到了高墙之上。既然如此的话，那就不能不使用跳跃以及6艘跳技能。然而想法固然很好，母体居然也开始攻击男主。如果在这种连环爆炸的过程中进行跳跃，那就太危险。不过亚兰米却帮了大忙，他救艾姆路的同时，顺便他的攻击直接打中了母体的墙柱上。眼看对方即将掉落，男主知道机会来了。あとは任せマシェリアルデストライあれこれ、やば。全員退治！在一切平息后，天空掉落了一件道具，经过查看，原来是爆土人偶，也就是手雷炸弹。于是又发现了一个女骑士人偶，它的作用可以吸引特定的怪物。男主把这些东西收走后，继续开始上路，但这块的表面魔像都被他们解决完了，也没有找到比拉可需要的攻防素材以及男主要的魔力运用组件。直到他们来到这一带废墟，当男主挪开石墙后，原来这里面才是真正的主线。望着深不见底的地下，就在他们思考该如何办时，いたいた。やっぱりここだったね。あの鳥頭。私らのメールをガン無視して、平穏でいられるとでも思っているのかね。どうする？とりあえず、一遍キルしとく？いいね。猫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秒杀龙的大招，居然被一个魔像轻松挡下，甚至连一点刮伤都没有。原来这是跟守墓人同样材质做的魔像。鸟人一行人通过监狱的武器顺利爬下来，便看到了这个门卫魔像。虽然魔像很强，但奈何他遇到的是讨伐最强种3人组，这也是女郎工会成立以来首次组队作战。就在刚刚，紫毛两人找上男主，得知他的目的是修复超规格以太反应炉后，两人也决定帮忙寻找修复所需的魔力运用组件。可没想到在遗迹深处，这里竟存在着和未扎艾蒙类似的守门 BOSS。亚兰为了在心爱的比拉可面前装逼，于是首当其冲发起了攻击，可结果竟被 BOSS 随手挡了下来。比拉可觉得这个 BOSS 和之前遇到的魔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但紫毛闻言根本没在怕的。要知道他们3人连最强种都已经打败，面对这种小 BOSS 还不是手麻把掐，而这也是3人自战团成立以来的首次同台。
先由鸟人发起攻击吸引仇恨，再凭借飞檐走壁的技能快速朝魔像身后绕去。见状，魔像立马向他发射光束。剑鱼和比拉可抓准魔像转身的机会，一起激火攻击。魔像强度有限，在剑鱼和比拉可两个战士的攻击下，身体逐渐开始失控。紧接着蓝猫搭配上艾姆组合形成魔法组合技，没有手可防御的魔像只能硬吃这招，胸口的铠甲也出现了裂痕。最后再由亚瑟用最强一击乾坤一掷，直接击穿门卫魔像的内核。在被轮番暴力输出下，最终魔像还是被砸成了废铁。这也是全员攻击手工会的优势，毫无技巧可言，全凭蛮力征服魔物，而能轻松击溃魔像内核。全凭鸟人给亚瑟修复的这把主武器，这是全游戏只有5把的勇者武器之一圣枪，只要得到它就能解锁勇者意志。就在两人闲聊之际，监狱已经不停在实验如何才能打开大门，甚至还用出了寻宝猎人技能奇迹天粉，可惜都没法鉴定出大门的密码。好在监狱没有放弃，利用了仓库里的遗迹装资料，成功启动了这扇攻防大门。几人在攻防里面寻找半天，犹如大海捞针一样，也没见到魔力运用组件这个道具，反倒是在电脑上看见了个全像投影的怪物。鸟人猜测这应该是某个强大的头目。就在这时，艾姆路头顶个圆盘，问鸟人这样子帅不帅，还告诉鸟人这是自己在桌子底下找到的东西。鸟人本以为能随便丢到一边肯定是个无关紧要的物品，但没想到比拉克转头一看，一眼就认出这玩意正是魔力运用组件。拿到想要的东西后，鸟人本想趁机溜回兔子村，但监狱和亚瑟早就一直盯着他，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因为由于守墓人事件的全副公告，许多工会都在寻找鸟人，想知道情报，甚至连黑狼的团长都亲自带着最强火力来找亚瑟谈判，所以他们必须抓鸟人去做一下公关。此时鸟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都是什么样的工会。之后几人将比拉可和蓝猫送回兔子村研究魔力运用软件，艾姆路则被监狱和亚瑟强烈要求留下，因为第一波公关处理就需要靠艾姆路。只见玛利亚带着自己的会员们一模一样的朝艾姆路冲。但鸟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被队友出卖的一天。看着玛利亚一群人朝自己冲来，鸟人突然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明白到他们的目的不是自己。解决完玛利亚的暴走后，其他工会的人也受邀来到现场，有以夜袭的路卡温为目标的战狼工会。相変わらずマイナス作用が激しいね。还有之前联系鸟人的图书馆工会会长教授。之后4个工会找了处安静的地方开始情报交流，毕竟现在只有鸟人知道路卡翁的情报，所以亚瑟打算一次性回答，省得被其他工会一直追问。战狼工会会长塞卡100率先发问，他想得知一切关于夜袭路卡翁的情报，作为交换条件，战狼会提供消除路卡翁诅咒的办。这让鸟人瞬间兴奋起来，毕竟虽然诅咒有时候挺有用的，但能够自由装备防具肯定更好。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要透露多少情报比较合适。考虑到关于兔子村的情报被玛利亚他们知道的话，基本就没有安宁之日了。于是在思考一番后，鸟人打算只透露关于守墓人和路卡翁的情报。经过他的分析，鸟人认为不能单靠战斗打败独特魔物，就像之前被打败的守墓人一样，要挑战他的话必须接受专属的独特剧情任务，所以就算路卡翁是随机遭遇的，应该也要接到对应的独特剧情任务才能打败。如今抛开刚更新的新大陆不算，在原有地图上已发现了7大种之中的5种独特魔物。首先是夜袭的路卡翁，作为随机遭遇的黑狼，再来是深渊的克塔尼德，一直出现在海里的章鱼型独特魔物，然后就到天霸的七古姆，也是随机遭遇的一条金龙。虽然有很多目击过的情报，但因为飞在高空中也很难接触到。第4个就是冥想的奥凯斯特拉，目前的情报只有一位玩家潜入国家图书馆，在其中一本书上发现了他的存在人，传闻他能操控海象，释放火焰，还能召唤雷电。除此之外，所有细节一无所知。最后就是鸟人打败的守墓人，目前图书馆工会所掌握的情报也少之又少。于是亚瑟掏出打败守墓人的战利品之一，世界的真理之书守墓者篇，打算让给懂其价值的图书馆工会。不过这书属实是超稀有道具，所以亚瑟希望图书馆工会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出来。最终图书馆工会以1金币的诚意成功购入了这本世界真理之书。之后鸟人给战狼工会讲解了关于路卡翁的详细攻击方式，唯独最后的那招，鸟人至今也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他很肯定当时没有犯那种会挨打的低级错误，因为他一直都保持在攻击范围外的距离。鸟人本以为那是无法闪避的攻击，但事后回想又感觉不像，所以得出的结论这是路卡翁的某种未知能力。回答完战狼的问题，就轮到了玛利亚这边。他们工会想知道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如何能自由出入兔子村，甚至还赌上了工会的名义，无论如何都要逼鸟人把情报说出来。于是鸟人把问题抛给了艾姆路，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おい、帰ってこい。スペシャルラビッツパフェ食べ放題。结果艾姆路也不太清楚兔子村具体的政治规则，也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好在艾姆路寻思身为国王的大哥爱德华应该知道，于是马不停蹄就跑回兔子村去寻找大哥。怎么进出兔子村这个问题也只能等到艾姆路回来再处理。之后看3大工会的事情都解决完了，亚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クラン連盟を組みたい。人怎么也没想到，游戏官方为了限制他，居然专门修改了怪物的行动模式。之前男主就尝试过许多次，只要将百级魔物水晶群蝎引到一起，在攻击即将命中的一瞬间，传送到守墓人掉落的武器库。
外面的水晶群蝎就会互相撞击，从而兵不血刃的拿到一大堆板级素材。可这次等他回到外面之后，却意外发现这次没有任何素材，明明刚才的传送时机很完美才对啊！还没等他多想，埋伏在地面的水晶群蝎一击就将他秒杀，这与之前的行动模式完全不一样啊！难道是万恶的官方偷偷修正爸爸吗？原来就在不久前，亚瑟突然提出与3大公会进行合作，让他感到意外的是，3个会长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而亚瑟提出合作的想法自然有他的打算，毕竟他们3个人的精力有限，和他们合作之后就能够利用合作关系使用他们的设施和资源，而他只是付出了某部分的情报。也在会议结束之后，由于艾姆路离开后没有回来，男主也就无法回到兔子王国，但就这样死回去未免有些可惜，不如先找到水晶群蝎收割一波素材。结果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在兔国复活之后，男主第一时间就退出了游戏，果不其然，他在游戏官网看见一条临时公告，其中一条就是调整了一部分魔物的行动模式，这直接就把男主气得不行，看来以后不能靠这招刷素材赚钱了。但这又怎么会难倒男主？作为玩过无数粪作的天才玩家，他马上就想到了另一个卡 bug 玩法。隔天男主登录游戏，艾姆路立马就找到了他。之前动物园战队请求进入兔国，目前兔国国王爱德华还需要考虑。而在昨天会议的最后，亚瑟提出组成战队联盟的提议，3大战队都同意了这个提案。另一边，比拉可晋升古将的事情也有了新的进展，只要男主提供一把神代遗迹装备，他就能在1天之内晋升比将，同时成为古将之后，比拉可能够独自打造遗迹装备。他请求男主提供大量的水晶群蝎素材，这更坚定了男主卡 bug 刷材料的想法。至于比拉可下次打造的遗迹装备，男主并不打算让他继续制作双剑，毕竟有兔月双刀已经足够强大。为了增加战斗的变化，他想要打造一把秘密武器。在刷素材之前，男主先去了兔国商人那，他想把身上多余的材料卖掉，正是之前获得的巨剑人偶。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平平无奇的人偶居然卖出了30万的高价，而且兔子商人表示他会高价收购各种人偶，特别是7大最强种的人偶，若是找到了一定要卖给他。有了意外之财的男主也没亏待艾姆路，拿了钱就立马给他买了一本辅助用的魔法书。如今刷素材的关键条件还有一项，那就是提升1级等级。于是他和艾姆路来到了奥布莱魂溪，和之前一样，低等级的魔物看见他身上的诅咒，头都不回的立马跑跑。但有了刚才购买的辅助魔法，能第一时间限制住逃跑魔物的行动，从而轻松的刷经验升级。而男主提升等级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技能，在相开这款游戏里面，升级有可能获得复数新技能或者技能进化，能否获得强力技能取决于战斗经验。自从男主讨伐7大最强懂守墓人之后，他就一直没有提升过等级，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他所累积的战斗经验都会凝聚在这一次的升级上面。结果也没让男主失望，解决稀有魔物无头骑士之后，他的等级升到了79级，同时他获得了4个全新技能以及3个老技能的进化版本。而刷材料的关键就是技能天行者。随后他先让艾姆路回到兔国，紧接着独自一人来到了水晶群落。和之前一样，计划的第一步是引怪，借助游戏模拟的是现实中的物理引擎，将水晶群蝎引至一处悬崖，紧接着凭借天行者来到半空。当头蝎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如果只有一只还有机会停下，但后面的群蝎数量来不及刹车，根本撑不住。而男主只需要借助天行者的2段跳跃，便能轻松化解坠落带来的致命伤害。クリスタルスコーピオン大量討伐クリアだ